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捏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动作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9季第24集。今天不用上学，眼镜仔问小新最喜欢教师研讨日的哪一点，小新很实在的表示大概就是不用上学吧。眼镜仔也表示赞同，而且想到他们能够在外游荡，但老师却像个傻瓜一样被困在学校，那感觉别提多美滋滋了。其实老师的生活也没有那么惨，他们现在还在坐过山车呢。两小朋友来到了老笑话商店，里面陈列各种好玩的道具。眼镜仔看上了一副镭射眼镜，小新走过去对老板说，他认为自己的脸不够搞笑，想他来帮帮自己，比如说能用在额头或者鼻子上放些小玩意儿。不一会儿他出来了，眼镜仔赞道，回头率肯定杠杠的。不料小新一开口，东西就全掉光了。眼镜仔建议他可以用狗屎捏捏，小新表示拒绝，还有更好的主意。两孩子来到了辛爸工作的地方，费了不少劲儿才把他从睡梦中弄醒。辛爸一顿闷如虎的操作后，才发现不是老板查岗，是儿子找自己。小新询问老爸有没有让他涂在脸上的工业强力胶，辛爸在抽屉里翻找了几下，竟还真有这玩意儿。他连胶水带抽屉板一起拔下来交给了儿子。此时辛小妹正在阅读博物馆宣传册，辛妈在一旁为他们去拍照准备相机。辛小妹已经迫不及待想去看那些埃及展品了。这时小新走了过来，询问他们自己看起来有何不同。母女俩显然已经厌倦小新的把戏，辛妈让儿子将这些傻兮兮的东西拿下来，不料任凭小新怎么使劲这些东西就像长在他脸上一样，就连辛妈的帮忙也无济于事。此时他发现小新身上胶水，辛妈看了上面的说明后，马上表示要送小新去医院。辛小妹忙跟着冲了出来，妈妈，你答应过我要去博物馆的。我知道，但这是特殊情况。辛小妹不甘心的询问，那我能坐公车去吗？辛妈表示不行，这对于8岁小孩来说太危险了。于是辛小妹只得难过的目送他们走远。但很快她又想到了新的主意。辛小妹回到家给辛爸打个电话，虽然妈妈不容易忽悠，但是想要忽悠爸爸那还是轻而易举的。在做200美元的豪华轿车和公车面前，辛爸果断选择了后者。得到了爸爸许可之后，辛小妹悠哉悠哉走到了公交车站，她对公交线路发表了好一通言论，弄得老谋子都不耐烦了。得知他要坐下一班公车，他直接打车走了。上了公车之后，辛小妹又想跟司机攀谈，但他指了指禁止与司机闲聊的标语，就想把辛小妹想说话都淹了回去。他又向旁边有空位的乘客询问是否能够入座，可惜大家都拒绝了他。最终他只能一个人坐着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车上人越来越少，终于最后一拨人也下了车，现在只剩下辛小妹与司机了。他望向窗外躺着的流浪汉，这看起来不太像博物馆的地址，但接下来那些公交站感觉就更偏僻了。辛小妹询问了司机才知道，这辆车根本不是到博物馆的22路，而是22A。他还想再问问现在自己在哪，但司机又敲响那条指示。不一会儿，终点站到了，司机将辛小妹扔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后，开着车扬长而去。辛小妹冷静分析到，博物馆应该是在北边，但她不知道哪边是北。很快，天上燕子为她解答了疑惑，不过居然还有另一群是往反方向的，看样子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帮助。另一边，辛妈带小新来到了医院，看着另一个小男孩点着水龙头，辛妈悄悄对儿子说，那就是我想在你洗手间里装的款式。此时辛小妹非常懊悔，她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搞错22路和22A 路。不过马上她就发现一个熟悉的地区51区，其实这里是51A 区，这也是就罢了，居然还是需要保密的地方。站岗的士兵也无法透露她所处的位置，辛小妹十分郁闷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垃圾场外。在这里她倒是遇到了一个有车的人，她想拜托他把自己带回城里去。这人表示很愿意帮她，如果她能够忍受和臭鼬的尸体待在一起的话，无奈这味儿实在太冲了。辛小妹直接捂住鼻子逃走了。洗医生给小新检查完了之后，给辛妈提了个醒，拆一个的价格是75美元，检查一下也是75美元。然后他又拿出了一大把麻醉剂，打算给小新来个全麻。说着他就慢慢向小新逼近，看这么多针头对准了自己，小新吓得是汗流不止。紧接着他脸上那些道具竟然奇迹般的脱落了。洗医生告诉他们，汗水是最好的胶水溶解液，原来这都是他有意为之，所以他拿的也不是麻醉剂，而是按钮敷药器。到了午饭时间，辛巴和朋友们坐在食堂里吃饭，卡尔向他们展示新买的帽子，那是在博物馆里买的埃及纪念品。辛巴表示他女儿现在就在那里。得知他让辛小妹一个人坐公交车去市区，卡尔和莱尼都惊呆了。辛巴还想说什么辛小妹很聪明之类的话，可是到最后他自己也没有了底气，饭没吃完就匆匆离开了。此时辛小妹已经走到了俄罗斯城，她礼貌向一位正在下棋的先生问路，不料这位先生声音太大，还手无足蹈的，虽然为辛小妹指明了方向，但她被吓坏了，朝着反方向就跑了。辛小妹又不知道来到了什么地方，周围人都冲着她展示手中的东西，
气，他连忙到了一个电话亭给爸爸打电话。无奈他此时并不在工位上，刚挂断电话，他又看到一个卖章鱼的，又吓他尖叫逃跑了。辛巴将车停在了博物馆门口，就乘去逐层寻找辛小妹。搜寻无果之后，他冲上了大马路，打算挨个询问过往的车辆。不料第一个敲开的车窗就是辛巴，好在辛巴忽悠他此地不能停车，才逃过一劫。第二辆就是秃头的车，他让辛巴赶紧回去工作。接着他又去询问了街边的一位美女，没成想他被小偷抢了包，街上人来人往，遮住了辛巴的视线。他跑去买了些气球，交给驾驶升降台的司机，于是司机将驾驶权交给了他。果然是站得高看得远，上去没多久，他又看见了宝贝女儿。就在辛巴打算下去找他女儿时，操作杆突然就不听他使唤了，最后车子掀翻了斜块，再辛巴顺下坡路开了下去。现在轮到辛小妹去救爸爸了，他在后面一路追着辛巴来到了河边，车子还是没有丝毫要停下的意思，直接开进了河里，最后直接开到了连接桥那里。辛小妹连忙冲到指挥台，让指挥员将桥放了下去。桥是下去了，可惜辛巴没抓住，而是被夹在中间的夹缝中，掉也掉不下去，上面还有车子从头上碾过，这可真是进退两难了。不过能看到女儿没事，辛巴还是很安慰的。见如此父女情深的画面，指挥员在台上补刀：“你说的压碎他是吧？”辛巴头果然是坚不可摧的。脱险之后，辛小妹建议他去看医生，不过辛巴表示自己走走就没事了，真就是没病走两步。在车上，辛小妹很是失落，我应该早知道自己还没有到一个人乘公交车的年纪，但是我真的很想看那个画展。她表示自己以后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冒险行为了。闻此，辛巴马上踩住了刹车，他告诉女儿再也不要这么说。辛小妹不明白，辛巴告诉她，要不是我愚蠢的冒险坐上那个升降台，就可能永远找不到你了。愚昧的冒险正是生活价值的体现，像你的妈妈就是个求安稳的人，但是我是富有冒险精神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有那么多冒险经历的原因。这时车子又要滑到那条河里去了，不过辛巴一个漂移就把车子稳稳的停了下来。辛巴询问女儿感受到心脏狂奔了吗？这是他经常有的体验。辛小妹觉得爸爸有点反常了，辛巴说自己只是在享受人生，还教育他也应该是这样。接着就问女儿现在想做什么。辛小妹来了兴趣，她去博物馆，但现在应该已经关门了。辛巴思考了一下，那要进去的话就是一场大冒险了。他知道女儿也许觉得自己很傻，但这就是真正的他。另一边，辛巴他们已经回了家，他在屋内大声呼唤女儿，但无人应答。于是辛巴让儿子上去给妹妹道歉，当然依旧是无人回应。不过小辛倒是自说自话，也能应付好一阵子。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父女俩丢在博物馆外的装饰上缓慢移动。不得不说，辛巴在这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，虽然有些惊险，但两人还是稳稳的到达了窗沿。将窗户打开后，两人钻了进去，里面那些精美的展品果然没有让辛小妹失望。最后他们来到了洛西斯之球面前，辛小妹告诉父亲，考古学家已经研究这个球10几年，但是一无所获。闻此，辛巴决定一探究竟。辛小妹拦住了他，表示这里有隔离带，但辛巴告诉女儿不应该就此止步。然后他又抬起了脚，不料却踢到了隔离带，这下展品周围的隔离带全都倒下了。最后洛西斯之球也掉落在地，然后它就裂开了。让他们想不到的是，里面播放了一段动人的旋律，原来这是个音乐盒，10几年都无解的谜题就这样被他们解开了。他们按键看着这个精致音乐盒，辛小妹十分兴奋，因为他们是4000多年来世界上第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。她很感谢爸爸带自己做这一次愚昧的冒险。辛巴也再给女儿说了一条忠告，永远别怕生活在惊险之中，现在应该趁辛巴发现之前偷偷溜回去了。说着他又将伊西斯之球重新合拢了。辛小妹有些遗憾以后听不见这美妙的音乐了。辛巴安慰道，镌刻在心中的记忆永远不会磨灭。然后就带宝贝女儿回家了。人这一生总是面临各种挑战，有的人喜欢未雨绸缪，韬光养晦，以期在风险来临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但也有的人就喜欢无拘无束，随心所欲，与在脑中设想1万次，不如实实在在去做一次。辛巴的人生信条就是去愚昧的冒险，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不顾一切确实很愚蠢，但是这也确实能够体会到那些循规蹈矩之人不敢想象的经历。没有他的莽撞，也许辛小妹再也没有机会欣赏那些古埃及文物。伊西斯之球的秘密也不知道还要沉寂多少年，他的冒险举动对于现实或许没有可取之处，但那颗永远热爱冒险心却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。计划和准备也许会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，但偶尔我们也需要任性一把，比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永远保持对未知的新鲜感，为莽撞自己保留一方天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